你想找一张以前的图片，你知道它是存在的，但是你的鼠标呢要在几千张像乱码一样的图片里面大海捞针哈。传统的图床你上传完了之后，它就给你一堆死链接，图片一旦上传上去，就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图片。现在我只需要按下截图的快捷键，图片它在后台就可以无感的上传。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死库哦，在我截图的这一秒，远在海外的边缘 AI 节点就已经把这张图给看了一遍。不仅记住了图里面的内容，还自动的给它打上了极其精准的中文标签。我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像跟人说话一样输入标签，按下回车，图片它就秒出，直接复制就完事了哈。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 Cloudflare 的全球边缘计算节点，加上免费的视觉大模型，给你整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私人图床，100%的数据归你，全球CDN指数秒开。现在就跟着我的鼠标，打开你的浏览器，我们开始。来到 Cloudflare 的官网登录哈，没有账号的现在去注册一个，这个我不教了。进来之后看左侧的菜单栏，不要被这些密密麻麻的专业名词吓到哈，他们中99%都是用来吓唬外行的。点击展开存储和数据库，看到这个 R2 对象存储了没有？点进去啊，点击概述。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来，它会让你绑一张信用卡或者 PayPal。我知道看到绑卡2个字，90%的朋友可能就准备按右上角的叉叉跑路了哈。你就会想，是不是又要偷偷的扣我的钱？是不是套路？不要慌哈，把心放到肚子里面。这个我必须给你强调一下哈。Safe 这一步呢，它纯粹是为了防那些搞灰黑产的机器脚本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免费额度哈。R2 存储它每个月都有1000万次的免费读取，加上10个G的免费存储空间。朋友们，这是图床啊，一张压缩过的图才几百 KB。作为一个个人自媒体来说，这个免费的额度，你这辈子、下辈子加起来都用不完哈。他绝对不会乱扣你1分钱。我建议你们直接绑 PayPal 国区的就可以了，哪怕你实在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可以去 PayPal 上面绑一张里面没有钱的空卡，这个总可以了吧？过了这道防线，你就可以获得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好，我们现在正式的建仓，点击右上角的蓝色的创建存储筒，给你的存储筒取个名字，名字只用小写字母和中划线就可以了哈，不要搞什么大写啊和特殊符号哈，不然后面报错了的话，你可能就找不到原理。这个位置呢就选择自动的，默认的储存对呢就选择标准的哈，点击创建存储筒，完成之后不要急着走哈，很多人建完筒就开始跑，结果后面图片全部都是死链接。来到这个筒里面，我们点击顶部的设置，然后往下面滑，睁大眼睛找到公共开发 URL 这几个字，它默认是关闭的哈，这个就像你建了个金库，连个大门都没有打开，谁都进不去。我们点击启用系统，这个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极具压迫感的警告框哈，让你确认。它要你手动输入 ALLOW 这5个字母，你就老老实实的敲进去，点击允许，看到没有？系统它就立刻甩给你一个网址，现在就马上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存到你电脑的记事本里面去，不要弄丢了哈。我们等一下写底层逻辑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所有图片通往全宇宙的全球加速专属通道。好，仓库有了，可以存图片实体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 AI， 既然是懂思考的图床，那就必须得有一个记忆中枢啊。以前的图床图片一扔就不管了哈，我们现在要给每一张图片给它配一张身份证，上面要写 ID 链接 AI 识别出来的标签，还有上传的时间，给它整一个本子就是数据库。我们在刚才的存储和数据库这个菜单里面啊，往下面移一点，点击第一 SQL 数据库，点击右上角的创建数据库，名字随便的取一个哈。数据位置你就选默认的第一个就可以了 ，Cloudflare 它会自动的帮你分配到离你最近的超级服务器哈。点击创建，创建好了之后，点进这个数据库，点击顶部的控制台，看到这个输入框了没有？这个是敲 SQL 代码的地方，一旦语法错了一个标点符号，系统它就会骂你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准备好的这一段 SQL 代码给它无脑的复制粘贴到这个输入框框里面，点击右下角的执行，看到已成功执行的这个提示，那么说明就成功了哈。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点击右上角的浏览数据，看左侧它是不是就多了一张名字叫做 Images 的表，点它你就可以看到4个表头干干净净的躺在那里。这就好比你这一张全新的牛皮纸上面用尺子画好了表格，第一列填 ID， 第二列放图片的链接，第3列放 AI 给出的标签，第4列记下精准到秒的上传时间哈。以后不管你传了多少数据，它都会在这里自动的填充。仓库建好了，账本也搞定了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最激动人心的一步了哈。
我们要在这个荒芜的空间里面创造一个管理员，他可以去仓库里面拿东西，可以调用 AI 看图，可以在账本上面记字。这个管理员呢，在 Cloudflare 里面它就叫做 Worker。点击左上方的第一数据库，我们返回到首页，点击左侧菜单列表里面的 Computer， 展开它，在里面我们点击这个 Workers 和 Pages。我们现在创建一个管理员哈，点击页面右上角蓝色的创建应用程序按钮，选择从 Hello World 开始，给这个 Worker 呢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不要管里面的代码了哈，直接点右上角的部署。我们先部署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子。接下来这一步，如果你走神了，后面的代码它全部都会报废哈。我们要给这个空壳子发3张通行证。在这个 Worker 的顶部菜单，我们点击绑定，然后点击添加绑定。在弹出的框框里面，我们首先选择 R2 存储筒。听好了哈，这里的变量名称必须绝对一定要填大写的。My bucket 错一个字母都不行。下面的 R2 存储筒，我们就选择刚刚第一步创建的那个筒，然后点击下方的部署。我们再来绑定第二个，这次选择第一数据库，变量的名称也是大写的哈。在第一数据库的下拉框里面，选中你创建的那个数据库，点击添加绑定。同样的，我们还要来一次，点击绑定，在弹出的框框里面找到 Workers AI， 点它。变量的名称直接写大写的 AI 这2个字母，然后点击添加绑定。完成之后，这3个东西就在这里站着了哈。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编辑代码了。点进来看左边，它有一段默认的代码，我们毫不留情的把它全部删除掉，删除的干干净净的哈，一个分号都不要留。然后把我给你准备好的长篇大论的核心代码给它无脑的复制粘贴进来。我不要求你懂这些代码哈，但是哪怕你是无脑粘贴的，你必须改一个地方。我们往下面找，在代码里面找到这一行，必须要把 R2 链接换成你自己的 R2 链接。还记得我先前让你保存到记事本里的那个链接没有？你把它替换过来，严丝合缝的替换掉代码里面的占位符，千万不要把两边的引号给删了哈。确认无误之后，点击右上角蓝色的大字部署。就这样，你的后台 API 在这一秒它就彻底的诞生于 Cloudflare 全球节点之上了哈。那么现在就把你屏幕上显示的这个 Worker 的专属网址给它复制下来，保存好，这个是你未来的核心引擎。好，很多人他以为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了哈，急着去搞前端。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测，我保证你上传不了图片，还会报错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调用的那个模型是 Meta 公司开源的视觉大模型。他那个公司有个非常傲慢的规定哈，就是任何人在第一次调用这个模型之前，都必须要签署一份开源的协议，并且证明呢你不是欧盟的用户。怎么签呢？如果你去看官方文档的话，他会让你去电脑终端里面整哈。但是你既然看到了这期视频，那么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去碰命名行。回到主页，点击左侧菜单栏的 AI， 展开，点击 Workers AI， 在搜索框里面我们就输入这个名字，找到这个模型，然后点进去，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需要同意许可协议，并且在这个破页面上面连个同意的按钮它都没有给你做。现在我们就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标签页，把你刚刚保存好的那个 Worker 的网址给它粘贴进来。注意看你网址的结尾千万不要漏掉了那个最后的斜杠。在斜杠的后面敲下这几个字符，问号设置等于同意，然后按下回车。看到没有？它这里立刻就显示设置成功的提示。就这么一个后缀，代码它在后台直接就完成了同意许可协议哈。底层跑完了之后，我们不能天天用代码去发图片了，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脸面，一个极简好用的UI界面。回到 Safe 的主页，继续选择 Computer 展开，点击里面的 Workers 和 Pages， 点击右上角的创建应用程序按钮。这次我们不选 Worker 了哈，在想要部署 Pages 的旁边点击开始使用。我们这里呢就选第二种拖放文件，然后点开始使用。给你的这个项目取一个名字，然后我们点击创建项目。现在它就停在了一个让你上传资源包的界面了哈。先不要急着拖放下你的鼠标，我们要去修改一下我给你的这个前端的网页。打开你下载好的配套文件夹，里面它有一个.html 的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它，不要双击哈，双击是在浏览器里面打开，往下面找到这一行代码，把你刚刚部署并且已经签过协议的那个 Worker 网址替换进来。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哈，这里的网址结尾绝对不能带这个斜杠。改好之后，我们把它保存。现在不要单独的拖这个文件 ，Pages 它只认文件夹，把包含文件的整个文件夹直接拖到网页的序列框里面，松手它就开始上传了。然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部署站点，你的专属 AI 图传网站在这一刻它就全球上线了哈。
点开系统给你分配的这个网址，看到这个界面了没有？它有上传框，可以批量上传。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全库检索栏，因为是第一次打开，所以它下面是空的哈，没有图片。现在我就来测试一下，我准备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图片，这些名字呢全部都是乱写的哈。我直接把它们全部选中，然后拖到上传框里面来。可以看到这个状态来，它就开始上传分析了哈。每传完一张，它就会自动的给它打上标签，不管这个图有多乱哈 ，AI 它可以精准的识别出这些场景啊、动物呀、人物呀、物体啊，甚至是连整体的色调，它就可以识别的清清楚楚哈。现在你想找图的话，那就太简单了哈，直接在输入框里面，比如说我这里输一个猫，然后按下回车，那些带猫的图片它就可以瞬间的被找到哈。比如说搜一个电脑，那么这些带电脑的图片它也可以被筛选出来。在这张卡片上面可以点击复制按钮，它瞬间就可以把链接复制成功。现在你就可以把它粘贴到你的博客呀，或者发给别人都是可以的哈。全球 CDN 加速秒开。如果哪一张图片你不想要了，点击卡片上面的删除按钮，它就会极其干净利落的同时清理掉 R 仓库还有 D 数据库里面那些记录哈，绝对不留一丝残留。当然，如果你嫌弃这些网址它默认的网址太丑了，那么 Cloudflare 它提供了自定义域的功能，只要你在 Safe 里面托管的域名，不管是 R 童、Work 还是 Pages， 它的设置里面哈都有添加自定义域的功能，填上你的域名，1秒钟就无缝绑定了哈。这个由于太基础了，我以前的教程已经讲过无数遍了，就不在这里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哈。如果你去看其他的涂装教程，他们到这里呢可能就结束了哈。但是在我们这里它还是一个半成品，真正的无感涂装它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按下快捷键截图，屏幕一闪，后台它就静默的上传 ，AI 自动的打标签，存入数据库，剪贴板自动的获得涂装的链接，直接就可以在文章里面 Ctrl+V 粘贴使用。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开源的截图工具了哈 ，ShareX。来到它的官网，不要去下那些乱七八糟的流氓截图软件了哈。点击下载，我推荐下载这个便携版。下载之后，我们把它解压出来，我们双击这个主程序打开。第一步，我们先去快捷键设置里面给自己配一个顺手的截图快捷键，比如说 Ctrl+Shift+X 啊，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再点击主界面左侧的自定义上传设置，在这个设置里面点击新增，随便取一个名字。当然，你也可以把我准备好的这个配置文件直接给它拖进来也是可以的哈。上传目标类型选择图像上传，方法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POST 请求 URL， 就是填入你的那个 Worker 网址。正文呢我们在下拉框里面选择第2个，下面的文件格式名就写入 File， 全部是小写的哈。在最下面的 URL 输入框里面，我们要填一个变量，就是这个变量了哈，一个符号都不要差的把它全部填进去，全英文的小写，外面是花括号。填好之后，我们关闭这个设置窗口。在左侧菜单点击目标图片上传，勾选自定义图像上传，现在就可以验收了哈。我随便打开一个页面，比如说这个满屏的都是美女，我直接按下截图的快捷键，鼠标一框，然后松手，可以看到右下角它就提示上传成功了哈。同时我们的剪贴板它也已经拿到了链接，然后回到我们的 AI 图传网站这里来，可以点击搜索框旁边的检索按钮给它刷新一下。可以看到 AI 它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后台把这张图片给识别完成了哈，并且打上了极其精准的标签，非常的顺滑。这些整整齐齐带有视觉标签的数据库啊，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今天这套方案里的图片是100%存在属于你自己的 R 桶里面的哈，永远不用担心跑路的问题。加载呢也是依托于 Cloudflare 遍布全球的 CDN 节点哈，急速的秒开。分类的话也是由 AI 视觉模型它全部自动包办了的哈。再加上对个人用户来说几乎无限的免费额度，这套系统它足够任何一个自媒体人用到天荒地老了哈。我已经把今天视频里面演示的用到的所有东西全部都给它打包好了哈，包括那个配置文件放在了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的网盘里面，你直接下载替换一下链接就可以起飞了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错误，就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的帮你解决。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请狠狠的砸下你的点赞哈，再点个订阅，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哈。